Hello，大家欢迎大家来到地球玩家魔法手册，我是疗愈师月月。今天呢，我们的拍摄场景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另外一个今天要对谈的对象 Angel， 他现在人在美国。然后呢，今天会录制这一个 podcast， 大家看到标题就会知道，因为今年8月的时候，在学士大山一起举办一个10天的关于女性觉醒力量的身心灵 retreat。然后呢 Angel 就是这一次主要的活动召集人，所以今天这期 podcast 就是来邀请他来跟我们来聊聊为什么想要特地安排这样子的 podcast 对话，就是因为我觉得与其有我们在网络上说这么多这一个活动会带给大家的价值，不如我觉得来聊聊为什么 Angel 想要办这个活动，跟为什么想要跟我一起把这个连结产生起来，然后带大家一起进入到雪士达山的世界。这个雪士达山之旅也是影响 Angel 在他的人生旅途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他也感受到自己内心的召唤，也想把这份力量跟爱传递给大家。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一期 podcast 就会来聊聊列穆里亚的文明跟为什么跟雪士达山的连接，跟现在的在雪士达里面的地心城市的运作如何。然后 Angel 又是在上一次的雪士达 retreat 经验带走了什么样子的东西，然后接下来会想要带领观众去到哪里。所以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一样，我们会来聊聊不同的文明，然后有我们两个不一样的视角来带大家提升你的意识，然后当你升起你的意识，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地球的超级玩家跟 NPC。那 Angel 你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大家，我是 Angel，然后我目前居住在洛杉矶，然后我也是一名水晶疗愈师，然后我在2年前去到雪士达山之后，这个地方带给我很大的启发，影响了我的人生很大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就是搬到洛杉矶来了。对，然后所以我也希望说我可以把这样子雪士达山带给我的收获以及体验分享给大家。没错，我觉得这是件很惊人的事情诶，因为那个时候你感受到雪士达山的召唤，然后你就直接想说要搬来美国这件事情。可是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在美国有朋友亲戚，然后所以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比较安心嘛。没错，因为其实我以前有住过美国，长大之后呢，长大后就基本上都是住在台湾，然后也没有特别想说我会再住在美国，因为就在台湾生活其实也是蛮舒服的。后来是就是2年前去到雪士达山之后，然后就一个内心的召唤。其实，在去雪士达山的前半年吧，我就一直觉得说我应该要，就一直有这个渴望，一直很想去这个地方。那时候又梦到了，一直时常梦到一个梦，就是我在美国的类似一个沙漠的地带，然后跟很多的人们对一起玩。对，我就梦到一个场景，是我们就是在一个那个沙漠，然后我们就围成一圈，然后就是有那个萤火，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感觉到我们就是有在做一些仪式，然后这个梦境就是一直不断的出现，所以我就觉得说，哦，那我好像心里有一个召唤，就告诉我说，叫我搬去美国，然后或者是就是去雪士达山，就是想要去拜访雪士达山这个地方。那时候去雪士达山总共去了1个多礼拜，就是去了1个礼拜之后，我就决定说，那我就是要搬过来。对，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就我之前有跟你讲过嘛，因为雪士达山现在是大部分有在接触身心的人都知道，那里有一个很庞大的门户，然后去过雪士达山的人其实都可以很在那里的 DNA 内在灵魂细胞的编码都会做一个很深层的改变，跟那里的地心地底城市跟列穆里亚的文明有关系嘛。我那个时候我一直都跟自己说，现在的我要先慢慢把我的萨满血液找回来，然后把我内在那一个无论是喜马拉雅的召唤，然后又或者是很阳性的力量跟阴性力量重新整合。所以我完全没有想过自己一直知道雪士达山是一个很重要的门户，但是一直没有觉得那里在召唤我。所以那个时候你写信给我说，我们要不要来一起玩玩看这件事情呢？然后我整个人的全身上下都有回应，那是一个很棒的开启耶。因为当我感受，我觉得你一定有一样的感觉，就是你觉得一件事情对了，你的全身上下都会有很多的反应跟感受，然后能量会开始
串。然后那时候收到你的 email 的时候，是我人生在很低潮的时候，然后你的 email 给我一个很强烈的力量。去年年底收到 email， 那个时候我刚经历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打造一个学院，然后又归零一个学院的过程。雪士达山的召唤好像也是在瓦解我觉得我跟这个地方的连结还没那么深的信念。我去年2025年就是在瓦解我很多很多的信念，我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好像就是在跟我讲说，没有啊，谁说的，你可以去那边连接看看那里的东西，也许会打开你不一样的人生视野。所以这是那个时候收到你的邀约的那个当下，我就突然很多画面被下载进来，就是 OK 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然后那里的连接真的连接起来的时候会长什么样子，它就变得好丰富。所以我对这个合作是超级无敌期待的。你自己在打开第一次办这个 retreat 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我一定要办 retreat？ 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2年前，然后在那之前就是我有一个很深的召唤，我就想去雪士达山。然后那时候我原本其实就是有买了一张机票，就是从台湾到洛杉矶，然后再到雪士达山的机场。结果没想到就是我到洛杉矶的时候，那个我雪士达山的房东就跟我说，哦，临时他的那个房子有问题，然后他没有办法让我住了。可是我那时候人已经在洛杉矶了，然后我就想说，那我现在怎么办？因为我感觉好像我也去不了雪士达山了。然后就是刚好我在洛杉矶有一些朋友，所以就刚好有地方可以住。然后就有一天我在我住的地方的附近的星巴克看书，我看那个当下的力量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阿姨，那个阿姨跟你说了什么？他就跟我说，你在看当下的力量哦。然后他就说他有看过那本书，对，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他就问我说为什么在这里，我就说我原本要去雪士达山，可是就是因为有些事情发生就没有办法去。然后他就说这么巧，我们过2个礼拜要去雪士达山好有趣哦。然后呢？对，然后他们是从洛杉矶出发，他们租了一台就是7人座的车，然后他们说刚好有一个朋友临时不能去，所以他们其实也有点烦恼，就希望说可以就是找一个人来去替补那个位置。这也太巧合了吧，因为这符合我所有的需求，我不用再飞到雪士达山再自己租车。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没有就是做很多功课，我也不知道去哪里，然后刚好就是有人直接带我去，还是直接来我家接我。那些阿姨他们是日本阿姨，然后他们在美国生活很久，所以他们每一年都会去雪士达山，他们去了20几年，所以雪士达山的有一些很隐藏的一些点，他们其实都知道要怎么去，然后他们就带我去比较私房的一些景点，然后就觉得说这一切的安排其实都非常的完美，完美到很不可思议。对，因为如果是我自己去的话，其实很多点我根本去不到，或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然后那时候在雪士达山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有一个洞，就是这次我们的 retreat 也会去到的一个冰洞。在那边的时候，我就坐着冥想，然后突然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跟这个列穆尼亚的文明有一个连结，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感应跟召唤。那时候那个声音其实讯息很简单，就是告诉我说，叫我把雪士达山的能量带给大家。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怎么做？结果隔天我们就去到一间水晶店。然后那间水晶店就是有卖很多非常漂亮的雪士达山的水晶，然后跟那个列穆尼亚种子水晶。对，然后就不知道哪来的想法，我就觉得说，那也许我可以买这些水晶，然后就是带回去台湾，然后可能邀请给想要跟这个地方连接的人，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结果就意外的非常成功，就是我回台湾那些水晶全部在很短的时间内，1天内吧，全部都被邀请来，而且那时候就是我觉得我也是还不是疗愈师，然后我也没有经营任何跟疗愈相关的内容，我就是刚好把这个资讯 po 在我自己的那个Twitter上面，然后突然就好多人私讯我跟我说他们有兴趣。一切都是宇宙的安排。然后呢？然后之后我就开始爱上水晶，然后我就开始就是开启了这条卖水晶的这个道路。然后之后回台湾没多久，突然又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我必须要去美国，就是我必须要住在美国，因为我在美国会接触到更多更广的人，就是可能会对大家有帮助嘛。我自己那时候的解读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搬来美国，然后搬来美国，我也很想要带大家去雪士达山，因为我之前跟那些阿姨在雪士达山的那些体验好玩了。
对，很美妙，而且阿姨带我去很多超漂亮、超好玩的地方。我觉得跟阿姨在一起最舒服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们其实不太会讲英文，那所以他们就是日本可爱的阿姨们。嗯，那你们怎么对话啊？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可以跟他们心电感应。听起来好棒哦！然后就这对样子一连串，你就决定再把这个美好，然后慢慢带给大家。对，然后因为我就觉得那次的经验真的对我来说是太深刻、太美好了。然后我就希望说，哇，我可不可以有一天也是像这些阿姨一样，他们那些阿姨就是存在，然后带我去那些地方，然后他们也没有跟我有太多的语言上面的交流，可是我们心灵上面是很深的连结，然后那是一个很感动的一种感觉。然后后来回台湾，诶，去年吧，我已经住在美国了，然后突然去年的时候，就有一位高雄的一个灵性的老师，叫做 Marcy，有没有兴趣想要跟他一起开一个雪士达山的 retreat？因为他突然有收到这样子的下载。后来就是我跟 Marcy 呢，还有其他的2位老师，就是我们总共4个人，我们就是带了8位学生，就是一同去到雪士达山。对，然后我就觉得说，这其实是我最一开始第一次去雪士达山的时候，我收到的讯息是，我想把雪士达山的能量带给台湾的人。带 retreat 对我来说是一件，在那个当下，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件太远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带好多人，又要管理，又要组织。对，而且我就觉得说，我没有这一个管道可以去接触到这些人，然后我又觉得说，诶，我应该要跟某一些人合作，某一些比较资深的老师合作，然后一起去到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这需要大家一起。可是那时候就也蛮有趣的，就是我后来学士达山之后回到台湾，我就去了我就去认识了那个老师，就刚好有去到他的教室，然后我觉得一切真的都是很冥冥之中的安排吧。对，那时候他新开了一间教室，然后我就去了他的教室跟他认识，然后后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缘分，这样的连结跟合作。我最近刚好，我5月要在台湾北中南开课嘛，真的南部在身心灵的发展跟资源上相对少，所以我觉得它会是一个集体意识对于这件事情的共振还没有那么深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由南部来就是慢慢发迹出去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后来呢？后来就是我其实没有想到我会跟其他的3个老师，因为其实蛮多人的，每一个老师他们擅长的部分都不太一样。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天哪，我好像捡到了一个工具包，加速你的成长，透过跟不同的老师合作。然后每一个老师擅长的部分都不太一样嘛，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蛮新奇的。就是我们去到雪士达山，然后我自己的角色定位就是我知道很多很棒的地方，我想带大家去。可是同时，我也希望说，这些老师会不会可以给我们一些可能不一样的体验跟讯息，或是带一些很不一样的活动？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会让我觉得说，我们去到不同的能量点的时候，第一次跟第2次的感觉非常的不一样。然后我也觉得很感动，就是我可以带这些人，就是这些可能原本都不认识的伙伴们，一同去到雪士达山，去到那些曾经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然后雪士达山它的能量，就是对于每一个人的解读都不太一样，所以每一个人可能觉得有感的那个能量点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就可以听大家的分享跟感受。我就觉得说，天哪，就是好感动哦！就是哇，我做到这件事情的诶，成就感是很巨大的。但是那个成就感也会同时让你觉得说，这不只是一份你觉得有趣、好玩、想做的事情了，反而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使命。所以你知道我这几天呢，因为我收到你的邀约之后嘛，然后我这几天就开始也下载雪士达山的讯息跟能量，然后我必须得说，它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诶。你知道为什么你的水晶会大卖吗？那个时候你的水晶会大卖，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雪士达山他们的水晶很特别的事情，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雪士达山是列穆里亚文明的据点，他们那个时候锚定我要在雪士达山的这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它的文明是比亚特兰提斯帝国还要在更早的文明。列穆里亚的文明，他们是跟昴宿星跟天狼星的血缘源头有关系的，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地球它毕竟是一个很有趣的载体，地球它有很多的情绪，它有很多不同的体验包，所以他们来到地球这个地方，他们的本质其实是来自5次元维度的嘛。
那五维度的一个状态，在更早之前，他们在雪士达山是有物理据点，因为他们可以降维，他们来自高维度的文明，然后他们降维，所以他们以前其实是在雪士达山这附近一直有在活动，然后跟人类接触的。然后直到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的这个文明快要沉下去了，就是维度在下降，因为地球那个时候的关系，维度在下降的时候，他就发现不行哦，不行哦。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很庞大的仪式，然后那个时候的仪式产生了高频能量爆炸，所以凝结而成的炼金产物，让那个时候的水晶的晶体变得非常非常不一样。然后他们也是为了要让这个水晶的晶体能够承载更多的讯息，因为他们知道现在地球的文明，人类的意识在一个危险的状态，所以他们把很多他们的高频的讯息跟能量都储存在水晶。可是水晶的晶体它的结构会影响你能够储存讯息的清晰程度跟频率的能量饱满度，所以他们因为那个时候的高频能量爆炸，然后刚好淬炼出完全不同的水晶，所以那个时候你的水晶可以被大量的邀请回去，也是因为邀请回去的人，他们是有能力去读取从雪士达山下载下来，从列穆尼亚他们记载进去的水晶讯息的，然后的确也是现在台湾人需要的内容。所以为什么台湾它是一个亚洲整个市场里面蛮重要灵性觉醒的点的国家，台湾人有他们的使命要去扩展，把这些东西到不同的华人圈里面，而台湾人是一个很棒能够承载这股能量的载体。其实以前可能20年前，那时候就是在雪士达山的比较多是日本人，然后其实比较少可能台湾人或是华人知道这个地方。没错。又加上现在台湾又是一个新轮在大打开的一个阶段，而且新轮的频率跟列穆里亚的文明的频率是一模一样的。因为雪士达山它其实就是承载一个很高频的慈悲的爱的能量，可是那个慈悲的爱不是给予、付出、奉献，慈悲的爱是带着智慧跟勇气的。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的慈悲如果没有带着智慧，他就会滥情；一个人的慈悲如果没有带着勇气，他就会不会拒绝，没有边界感，没有界限。所以慈悲加上勇气跟智慧，这三者合一，其实才是整个列穆里亚跟2026年现在水瓶世代来临要带大家扬升的频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设计成关于女性觉醒力量，因为女性它代表着是孕育生命的能力跟阴性的力量，那阴性的力量它其实也代表着我们要开始回归到内在的声音跟世界。那以前上一个世代是什么？是双鱼座世代。双鱼座世代它就是很多的权威，很多的恐惧。对，没错，我要透过恐惧来驱动你。像以前的信念是什么？是你必须要经历过磨难，你才能够淬炼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好像我今天要获得所有我要的东西，必经之路为痛苦。但没有，你想想看哦，如果我们带着慈悲跟智慧，你是不需要经历这些痛苦的，因为你会有觉知、觉察跟知见的能力。所以当你有知见的能力，你就很像是你就知道前面是火。那有些人会怎么样？很固执的，谁说火因为烫，我摸一下，然后一定要碰到才发现好啦，火很烫。可是现在的人就不会有那一股冲动，更多的事情是，火。对，是会烫的。那我慢慢的感受看看，我不直接摸，可是我从边缘去看，才发现，好，那的确这个是烫的。那我就会在不伤害到我的情况之下，就有智慧的先保持距离了。一样，你一样会学习，你一样会学到，你一样会透过很多很多的历练成为你自己。可是你不需要再透过那种很极端、极致、冲动的那股力量去获得你想要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阴性力量是2026年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觉得阴性力量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它会让你更强的内在的觉察力跟识别力。没错，没错，没错，你就会更知道你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当你真的去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就会往那个方向前进。然后其实很多事情就会就是顺水推舟，然后就觉得很顺流，好像就是我走在一个对的道路上哦，然后好像就是宇宙都会帮助我来去达到那个我想要的目的。我不用透过这么多的辛苦，这么多的
努力，这么多的先苦后甘。虽然你还是要有一些付出，可是建立这些你想要做的事情的过程中，你是觉得说是开心的，然后是有成就感的，就是你的正面的情绪会大过于那个负面的，觉得压力很大啊，或是身不由己啊、不开心啊的那种感觉。对，没错，因为我们在这2000年的水瓶世代，它其实就是阳性的扩张跟受苦，你必须得要受苦才能够成长。而我们现在进入到的水瓶世代，其实就是当你开始用阴性的流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做的每一件事情的目的都是前往丰盛喜悦的创造。所以我做每一件事情，就像是你看你为什么会就突然相信一群日本阿姨，然后就觉得好啊，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玩吧。也是因为你相信你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断的创造。今天宇宙帮你安排了这个机会来到你面前，一定也是要指引你有一些内在的声音。所以你在做决定，肯定不是冲动做决定，而是你有问过自己，哦，我现在的频率感觉如何？我现在对于这个邀请的心轮的扩张程度如何？你会开始用你的生理反应去做判断一件事情的基准，而不再是理性、逻辑、恐惧。比如说，恐惧由生的信念就是，好多新闻都说不要跟陌生人走。女生只身在国外，又在美国，你去被卖去哪里都不知道。就是恐惧，它一定都是存在的，风险也的确存在。可是呢，今天你是有能力去决定你要不要显化丰盛的剧本还是恐惧的剧本，全部都源自于你的起心动念。所以所谓这个阴性力量开始慢慢扬起，也是要让你去相信你内在的那个直觉，你内在的那个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才是唯一答案的标准。你说会不会被卖掉？会啊，几率是怎么样？被骂跟不被卖，被骗跟不被骗，不外乎就是2选1嘛。那你要选哪一个？为什么我们不相信我们有能力去决定我们的选择跟剧本呢？这一个 retreat， 我觉得要给大家的也是让你不断的去透由你亲身来到佛斯达山这个地方，去感受它的阴性力量，去不断的让你去触发你的直觉机制，然后让你去聆听、去感受、去享受、去创造。那当你能够在这个 retreat 不断的使用这股力量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股氧化力极强、接收丰盛的力量带回台湾。就是在雪士达山，很多人会说它是一个门户，一个能量门户，然后是一个很快可以帮助你可能启动你的人生或者加速你人生显化的一个地方。但我觉得为什么它会是一个这样子特别的地方，其实是因为它这座山是一座很诚实的山，然后它会照见你的本质。所以你在他面前，所有的伪装，所有的社会给你的框架跟枷锁，其实全部都会被瓦解。那在这个地方会更好的来去思考说你是谁，跟你真正渴望的是什么，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同时我觉得雪士达山的能量也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它就是一座非常雄伟的一座大山，所以它其实会给你很多的力量，很多的勇气跟鼓励。虽然雪士达山的能量比较偏阴性，阴性就是比较偏直觉啊、创造啊，但同时它也会给你很大的一个相信自己的一个力量。那当你能够相信你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说，哇，我的人生原来有那么多的可能，原来我曾经给自己这么多的限制，我都不知道，原来我可以创造这么多的东西，原来我的人生还可以有这样子的道路，可以这样子前进，我怎么从来都没有想到？但其实你不是没有想过，是之前会被逻辑的这些可能社会的框架啊，或者恐惧啊给蒙蔽了，你就会告诉自己说，诶，怎么可能啊？我觉得好像行不通诶，我应该要先就是一步一步的走，我才可以得到那个我想要最终达成的目标。但是雪士达山它就是很诚实的来去照见你的本质，来问你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觉得你要透过这些不断的比较辛苦的道路才可以到达你的终点？为什么你不能搭直升机？为什么你不能搭电梯？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有无限的可能跟创造。所以在那个地方，你会突然觉得说：天哪！我好像人生可以有往一个不同的方向前进了，有一些事情是我一直很想要做的。那但是之前可能有很多的原因来去限制我，或者来去阻挡我。不过在这边，我更了解自己是谁了，然后就有一个动力跟一个推力，让你来去走向那个你可能想过不敢想，或者是没有想，就是或者是意想不到的那个版本，更高版本、更圆满、更大、更扩展版本的自己。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列穆里亚的文明其实还在雪士达山的地底里面。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你刚刚讲到的真实是什么意思呢？这是雪士达山嘛，大家可以我比较视觉化，让大家去想象一下，这也是雪士达山。他们在地底的一个文明里面的其中一个空间次元，其实还存在在那里。那为什么他们要存在在雪士达山的空间次元呢？是因为他们是第五维度的文明，然后他们在发展的也是心跟直觉，所以它的频率会自然的跟那里的大自然、动植物、星际存有是合一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去雪士达山会看到精灵，会看到飞碟，会看到很多的外星人，就是因为他们存在呀。所以你切换，而且里面其实有一个门户。为什么很多人会在山里面看到大雾？因为那个雾就是5次元跟3次元的穿梭的空间，所以很多时候会在那里看到那个外星人，就是因为你刚好频率对上，所以他们显化在你面前，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在地底里面。那他是地底的频率守护者，他守护着爱的模板。他们就是会不断的透过这些动植物，然后你踩在的那片山脚下的东西，你手上握住的水晶，然后去直接穿越你的光体，然后去连接到你的神经系统跟你的 DNA 里面，然后做调频。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踏到雪士达山，你会觉得好像变得更诚实了，好像变得更简单了？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就是源头的爱，他们就是一个5维度超越时间，在那里你的思想即是现实，所以他们在显化的速度会极快极快极快，所以去那里你会做一个很大量的频率调整，你不断的在调整你的频率，你的起心动念会直接瞬间显化在你面前。所以你刚刚讲的，它就是要逼你诚实的一个地方，的确就是这个样子。哪怕你的心口不一，知行也不一的时候，它会直接透有一个事件，然后出现在你面前说，你确定这是你想的吗？这个是你要的吗？因为雪士达山它是一个连接到整个地心，地心它又是代表着大地母亲的子宫，它是向下扎根，可是又是接天的频率，是因为你看哦，你就像是一棵树，你一棵树，你的根系要扎得越深，它才能够长得越高，对不对？它的力量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去到那里，就会真的感觉到合一的频率。可以很深的去感受到这些东西。那现在整个因为地球的光子密度增加，我们的次元壁变薄，为什么现在会有很多人的大量觉醒跟直觉变长跟时间空间的错乱，就是因为这些旧有的信念即将要消失了。所以你可以在旧有的信念瓦解的时候，来到雪士达山这片土地去做对接跟能量的调频，你会在2026年开始的这个时代，会有一个很好的频率校准跟启动。我觉得以我的经验来说，我觉得去到雪士达山会让你有一个很深的信念，相信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真的，虽然我讲的也像是我去过一样，原因是因为我这几天就是在跟雪士达山的能量连接，然后就是在连接的过程当中，真的可以感受到它的爱跟庞大。我光是在另外一个时空连接，能量感这么强，更何况是你人真的到那里，我相信一定会很好玩，一定会超级无敌好玩。而且因为你知道，其实雪士达山以前是美国那个原住民的土地嘛，很多的萨满啊，我们有一个地方叫做 Medicine Lake，叫做药湖。然后那个地方超级酷，就是它就是一片湖，然后它底下全部都是水晶，就是那个湖的底下全部一大片都是水晶。以前那个美洲的印第安人，他们只要有人生病或不舒服，他们的那个萨满，他们的印第安人的那个巫医都会带他们去那个 Medicine Lake 那边，然后他们就是躺在那边，然后就会帮他们做仪式，然后之后这些人他们的病就会好了。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做 Medicine Lake 药湖，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透过水晶能量，然后可以来去治愈我们不管是生理或者是心理的病痛的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这让我想到，因为其实我为什么会一直感受到喜马拉雅的召唤，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家其实就在做这件事情了。我们家是祭司跟巫医，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的部落其实还是有在透过一些药草跟很原住民传统的方式，在帮助我们的亲戚朋友们去疗愈他们的
的肉身跟状态。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真的也回到雪士达山这样子的传统古文明的地方，一定也能够感受到大自然原始力量是多么的纯粹跟美丽，它会召唤回很多很多那一些我们以为要很用力才能做的事情。比如说用力是什么？我举个例子哦，像是现代的人得癌症，你是不是马上想到的就是化疗，然后你要做很多的医学检验啊、抽血啊，然后好像跟癌症抗争是一件需要很用力、很努力，然后烧钱又烧时间又烧生命又烧精神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其实在我们的萨满文化，就是在我们巫医的文化里面，癌症它其实就只是你的负面细胞，你的细胞的振动频率变成负面细胞的振动频率。那振动频率是什么？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我们把细胞变成频率，而不单单只是一个细胞分子来看的话，如果负面的振动频率是这样，那我就让它的频率变为正面的振动频率就好啦。那怎么变？声音。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为什么在生病的时候，我们萨满的文化，生病的时候会很多人在旁边跳舞、唱歌、祈福、祈祷，因为声音就是最好的振动频率，而它的振动频率会直接改写你体内的细胞，所以体内的细胞从负面的振动频率变成正面的振动频率的时候，你的癌症就会好。所以你可以在一场仪式下，你的癌症就好，就是一个不需要用力，不需要好像要很烦心烦恼的事情，就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现在的时代当中。可是因为过往的双鱼座世代让大家觉得好像有因果业力很多的框架，所以导致好这些东西都是我该受的，好像那一些牺牲式的行为即是大爱的显化的幻想的这些东西，此刻的我们就是要慢慢改写这些旧有的东西。你今天会发生这些东西，也许跟你的因果业力无关，只是一个你当下要去面对的课题功课，就是如此简单。你面对完了，你行动了，事情就会被解决，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很简单很舒服的状态。感觉就是一个你当下的一个信念的一个转变，或者像是你身体生病不舒服，其实就是代表你可能有很多对于你自己身体的一些负面信念，或者觉得说自己好像很容易生病啊之类的。那我觉得去到雪士达山，它可以很诚实、很真实的帮你，就是照见你的这些所有限制的信念，然后告诉你说真的是这样子吗？所以我有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去年2月搬到 LA。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跟其他3个人一起同住，就刚来 LA 嘛，然后在这里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跟其他3个人一起同住，然后我们就住在一个就是不是很安全的一个就是 LA 市中心的一个社区里面。然后那时候我每一天都觉得说，天哪，我好希望我可以自己住，然后我好希望我可以搬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区域。可是就是逻辑的那些限制，会觉得说，但是你自己一个人住那么贵，这边的房租都很贵，然后生活也很贵，我可以怎么样子负担得起？对，然后结果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在我去完雪士达山之后，我就下了这个很大心愿，我觉得说我要搬到一个靠海走路3分钟的房子，然后我要自己住，然后我要有自己的车。结果回来的1个礼拜，所有东西都启动，我就是真的找到一个刚好符合我预算，我可以住得进去的一个海边房子，然后真的就是走路3分钟到海边。就是也买了车，可是在以前我就觉得说，天哪，我到底要怎么样有这么多这些金钱，让我可以过上我想要理想的生活？可是好像去雪士达山之后，就让我产生了有一种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然后我可以无限的创造，我只要想要这样子的生活，我有绝对的能力来去创造这样的生活。所以就是现在我在 LA 的生活，就每一天都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也觉得很感恩，会觉得说，天哪，我现在是真的活在一个我觉得我很渴望跟我好喜欢、好想要的一个生活模式。那其实就也是让我学习到说，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当我们真的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然后击垮自己所有的那些限制的信念啊，跟负面的一些想法，你的宇宙其实就会给你很多丰盛，让你意想不到的资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雪士达山很深刻教导我的一件事情。当这座大山深刻的照见我们的内心，我们反射的是什么，然后他会帮你击碎那些所有带走那些不属于你的信念，或是别人租加在你身上的那些所有的框架，那告诉你说，其实你是一个无限的一个存有，你有着无限的能力，然后你可以大放你的光彩，你有无限的可能。那我觉得其实是一种非常
振奋人心啊，或者是让你觉得说充满希望，以及你的人生原来可以这个样子，你原来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活着的一种感觉。嗯嗯嗯，所以去到那个地方，其实真的会很瞬间的瓦解那一些旧有的能量契约，跟自己宣告说，此刻现在人类集体相信，我必须成长，必须透过磨难，然后有代价的爱才是真的，变成我已经学会了。那现在我选择透过喜悦跟感恩来去成长，它是一个需要蛮强大的一个震荡，你才真的信念系统可以转变为这样子的频率。这也是我其实一直在想强调的，从2026年再次与大家分享，我们人类进入到一个往内探索阴性力量，所以你会发现这阵子的外在的世界会巨变跟巨动，比如说 AI 取代了大量的人工，然后金融业也开始要转型了，然后气候也一直在变化。你看现在到处火山爆发，然后到处地震，然后等等的这些，所以当我们意识到外在已经没有稳定可言了，没有什么东西叫做稳定的工作、稳定的生活、稳定的生命形态，没有这种东西。最后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唯一能够给我们安全感的只有我们的内在。那如果我们现在不往内看的话，人类其实反而会感觉到巨大的焦虑跟恐慌。我以前所支持的，比如说我大学毕业就应该怎么样，然后读好书，然后再拿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结婚生孩子这样子。可是当你发现到说没有结了婚的人也离了婚，然后有开头的人也没有自由等等的这些东西会显化的特别明显。那内在的那个慌张，其实真的要有意识的，此刻就去滋养它，此刻就意识到那些内在的喜悦，平衡外在的这些变动，你才会活出一个你真正感觉到安定、自在、安全的一个生活形态。雪士达山，我相信它是一个可以带领我们去打开我们内在的神性，然后让我们成为一个充满爱的阴阳合一的灵魂。这会是我们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的必修课。那 Angel，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看看这次的雪士达山我们会玩什么样子的东西，然后会带大家去哪里玩？这一次的雪士达山，其实我们去的时间，我设计的时间蛮特别的，刚好就是在8月15到8月25，总共10天。那其实在这之间，我们前面有那个狮子门户的打开。对，然后狮子门户它除了会带给我们丰盛以外，它还会打开力量的大门，所以它算是一个阴性能量跟阳性能量结合的一个特殊时候。那它就会教我们相信、臣服自己的觉察力，也赋予我们力量，相信自己的选择，做出积极的行动。那我们这一次安排就是刻意安排在狮子门户之后，新月与满月之间，中间点在8月8号狮子门户，它是一个强烈的启动跟下载时刻，然后在那之后，许多的灵魂我们都会经历身份的松动，或者是情绪浮现，然后内在记忆被唤醒。真正的转化不是发生在门户打开的瞬间，而是发生在之后。所以当光进来，你是否能够承载、消化，并让它成为生活中的一个部分？然后在介于新月跟满月之间的这个时间，是一个整合、孕育跟回归身体的一个黄金阶段。我们并不需要在这之间设定目标，我们没有设定目标的压力，也不用就是特别的推动，就是要显化什么东西，比较能够可以自然的沉淀啊，让你的意识、情绪跟肉体慢慢的对齐。然后雪士达山它就是一个能量非常稳定的一座大山，一个能量载体，然后它不追求这种很高潮的能量，而是支持长时间跟深层次的内在重组。对，那所以我们就是选在这个特别的这一段时间去，就是可以让我们的灵魂真正的落地，然后让改变能够长久的发生。我们的 retreat 非常的有趣，就是我们会带大家去到18个高能量的能量点，然后这些18个能量点，蛮多地方都算是一些偏向是秘境啊、私房景点的地方。然后这次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会去到列穆尼亚的玉石神庙，以及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量子水晶。像是刚刚月月有提到说雪士达山的那个列穆尼亚的种子水晶很特别，但是它其实还有更厉害的一个东西，就是量子水晶。它其实就是带我们量子跳跃，就它其实就是一个外星的高科技的一个文明。我再给大家看啊，这一个，然后它是很像是黑曜石的那种
材质，像是那种岩浆，然后凝固这种，好像是这种玻璃的。好美哦！这是我第一次上次去雪士达山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量子水晶，它就是 Andorra。他说 Andorra 是那个一个梵文，这是 Andorra 自己说它叫做 Andorra，然后它的名字是来自于梵文。就是代表光明以及力量，光明力量，然后跟智慧。没错，Andorra 就是单原子水晶，就是我刚刚讲的，它因为高密度的爆炸所形成的炼金术的产物，所以每一个 Andorra 里面都记载了超多灵魂备忘录的，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水晶。然后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的一个量子水晶神庙，就是他们这边找到的 Andorra 都是在雪士达山这片土地，只有这片土地有。因为那个就是只有这片土地有所爆炸而成压力出来的水晶，好想看到本人。我们会带大家在这个水晶神庙一起冥想，然后这个水晶神庙它其实有几千个 Andorra， 它的能量比一般的水晶还要更强大，速度更快，速度超快，它其实就是很快的能够帮助你量子跳跃，然后你可以跳到那个更渴望更对齐你灵魂更高频率的那个版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承载得了 Andorra，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的朋友，这是我的朋友买的，然后一起同行的伙伴买的，然后他戴上去，他说他觉得超想吐，就是头很痛，然后痛2天，他就说那 Angel 你觉得你可不可以 handle？ 我说我试试看。每一个 Andorra 的能量不一样，可是刚好这一颗 Andorra 它就是非常接地的能量。一戴下去，你就觉得你整个人好像脚就是扎根，然后你会变得很实际。但是这实际不是说那种逻辑脑的实际，是你很清楚知道说你想要做什么，然后你可以怎么样子用具体的行动来去推动这些事情。我就觉得说哇天哪，我可以 handle 得了 Andorra。然后在这个之后，我就觉得我生命中很多事情就是一直不断的快速的发生，而且是一步一步的来去实现，然后用一个我觉得很奇迹很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去实现。我们这一次雪士达山 retreat 的一个亮点，然后同时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狮子门户，然后新月跟满月之间这个很特殊的这个时期，所以我们就是会请月月帮我们在刚刚有提到的那个 Medicine Lake 那边做一个就是女性阴性能量唤醒的一个仪式。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仪式，因为在那个 lake 旁边，它其实因为水它本身就是代表着阴性能量的属性，所以呢，在这一天呢，我会带大家做一个女神仪式。然后这个女神仪式，我会带大家做能量环，然后并且在那里做点水礼，就是我会连接那里的能量，然后在这个水面上的精灵频率下载到你的眉心轮上面，让你的 DNA 转换成有一个很强烈的主权宣告是，你就是光的化身，你的优雅就是力量，所以会将你的灵魂宣言正式回归到你的神性的阴性主权。这其实也同时也代表着你开始允许自己优雅的生活，而不再为了别人的期待缩小自己。然后会带大家做一个湖水的洗礼，让大家浸泡在这个水中，感受完全被大地母亲接纳无条件的爱。我会帮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的女神仪式，而且我还设计了其他仪式，包括我们不是会去 Blue Children 吗？ Blue Children 它其实是列穆里亚光之议会的跟地表接轨一个很重要的通讯站，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能量点的通讯站里面去做灵魂蓝图的对齐，也就是说我会帮大家做蓝光扫描，我会帮你们连接地底城市来自列穆里亚频率的靛蓝色光束，扫过你的12个脊椎，然后去扫掉那一些不再属于你的社会期望，然后就是你的 DNA 的光码下载，帮大家去下载图腾跟音频到你们的身体，然后当做你们接下来启动你们灵魂蓝图的启动嘛。我自己设计完都觉得好好玩。Blue Children 它就是一个日本阿姨开的一间画廊，它全部都是龙，他自己画的，整个房间全部都是龙。然后那个我们进去的时候，因为它有那个一个冥想室，就是全部都是龙的冥想室，那边其实是一个另外一个次元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上次一起同行的有一位老师，他刚好就是跟龙很有连结，然后他去到那边，他就觉得说，天呐，那个地方的能量真的很不一样，就是非常的高维跟高频，然后就是你的灵魂必须要有足够的容量才能够承载，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完全的与你的灵魂蓝图校准跟对齐的一个地方。
雪士达山它最重要的特别就是那里的频率，你看哦，在雪士达山生活的人，其实他们是完全相信外星宇宙跟更深层的不同，然后对他们来讲，就是外星人就是他的邻居跟好朋友，所以你就知道那里的集体意识其实是不混乱的。什么叫做不混乱？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多少还是可以知道说，相信灵性的它是一群特定人群，可是不相信的其实也有很大群特定人群。可是我们进入到这个场域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东西它都在这里是被允许的。所以因为被允许的频率障碍物变少的时候，我们在启动这些仪式，跟在其他地方启动仪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包括我也会带大家去连接精灵的门户，除了让大家去连接精灵之外呢，我也会让你们去就是连接圣泽曼的紫色火焰的能量，然后去帮大家做高度的共振，又加上那里的土地能量，真的会帮助这一些仪式变得更饱满，然后变得更精密、更快速。所以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旅程。就是在雪士大山真的很特别，就是精灵它并不是那些你可以感觉得到的存有而已，它是你真的可以看得到。然后如果对啊，大家去雪士达山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精灵，就是他们全部都在湖面上，然后你可以拍照，然后你就看到那个湖面就闪闪的那些光点，把它放大，你真的看得到它是有一个精灵的形体的一个存在。对，然后这一次我们还会去到很特别一个地方，叫做那个圣泽曼的双彩虹瀑布。没错，就是那里。对，然后在那边它其实就是非常高频的一个紫色火焰的能量，然后可以帮我们释放所有不属于我们的所有的投射啊，所有的能量。所以很多人在经过这个紫色火焰的净化跟释放之后，他们会发现说：天哪，我好像更清楚知道说我是谁，跟我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他们就可以更快速的，就是找到他们的灵魂方向，走在他们自己的灵魂蓝图、灵魂道路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能量重置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节点跟一个门户，就是你就觉得说，啊，现在你就是把你身上所有不属于你的那些枷锁全部释放，全部洗干净，然后变成一个全新的自己，就觉得说好像自己是会有一个重生的一个感觉。就很多人去完雪士达山，他们就有一个重生的感觉，就是那边的能量场可以带给我们的这些很殊胜的一些转变。没错，所以呢，接下来就是透过这个 podcast 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即将要去做一件非常非常好玩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聆听了我跟 Angel 的对话，然后跟我们即将在雪士达山共创的这些东西，你的内在有感受到召唤共鸣，然后甚至是你的剑骨有回应的话，你可以透过我们 YouTube 底下的资讯栏里面有我们关于这一场活动很多细节，我们都上架到我们的官网上了。然后官网就会很细节说，那我们这几天会有什么样子的体验，去到哪一个景点，然后跟所有你所想要了解的资讯都会在上面。那 Angel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想要报名这场活动的话，有什么样子的人数限制啊，然后会除了这些能量点的去之外，还有什么样子的安排，然后费用跟等等的会如何进行。对，上一次去年是我第一次在雪士达山的 retreat，然后那是我第一次的体验，所以那时候有很多的，我觉得是内心的一些挑战，因为你要就是照顾那么多的人，然后还有都有这么多人，然后去到这么多地方，然后其实很多路途其实也是蛮有挑战性的。对，然后但是就是有一天我就是梦到一个梦，就我梦到我一直在骑机车，然后我骑很远，然后后来就是我就在一个火山的一座山前面停下来，然后我就很狼狈，我全都很脏，然后那时候就是火山突然就是颁给我一个奖状，然后我就是很狼狈的，就是跟那个火山合照，就被颁奖。对，然后那时候突然就有一个感觉，觉得说我好像被认可，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是被这个大山怎么讲？那个被这一座大山表扬的，就是他们觉得说哦好棒哦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我就醒来了，然后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说，诶，对啊，就是雪士达山它其实也是火山。然后我那时候在梦里面的时候，我感觉到就是火山除了跟我颁奖之外，它还就是吐了一堆火山灰在我的脸上，就让我很灰头土脸。我就觉得说天啊，心好累哦。就起来之后，我发现说，诶，也许是雪士达山，他透过他的方式告诉我说，你要继续做。然后在那之后，我突然就有一个讯息进来，就说我要带144个台湾人去到雪士达山，所以就是可能我要透过分批的方式
对，那我就会觉得说，那这就代表可能每一次带人去到雪士达山，就是必须是要14个人这个总数，就是我得出来的这个数字，就是刚好就是要14。而且我觉得14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阴性的一个能量，然后它其实也很符合我们这一次2026年的8月的这个女性力量觉醒的整个主题。对，然后所以这一次的雪士达山，除了我跟月月以外，我还会有3个小帮手，就是帮我们来去准备我们的食物。然后这是我很期待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有位小帮手，他是专门来去做，就是很健康，然后有意识饮食的蔬食料理，那全部都是纯素的。所以我们在雪士达山，除了我们每一天这样子高能量频率的能量下载以外，我们的身体也是可以好好的被这些食物，来自雪士达山的这些大地的食物好好的滋养跟照顾着。对，所以在这一次的我跟月月还有其他的小帮手以外呢，我们总共就是5个人，所以这一次的 retreat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说有9个跟列穆尼亚文化有缘的伙伴们，而且我知道绝对会有这些人，绝对就是这些人已经在了，来去跟这些人产生连结。然后我们会一起共创，我们会一起唤醒我们曾经列穆尼亚的这个灵魂碎片、灵魂记忆，因为你们绝对不会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很久很久之前就一起在雪士达山一起生活过，一起在列穆尼亚的这个地心文明一起共创过很多的有趣的事物。对，然后跟这次的报名就是我们的 retreat 是在8月15号到8月20号，我们除了会采18个不同的能量点以外，月月其实也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会来去帮我们做能量的传递跟翻译，来去告诉我们每一片土地，我们每一个采的能量点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跟我们的灵魂有什么样子的关系跟连结，让我们更清楚知道说我们现在脚下踩的这片土地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觉得说哦好像能量很强很厉害，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对我来说什么实质的一些影响，但是绝对会有实质的影响跟改变发生在你的生命中，带来很奇迹的一个转变。我们会带很多不同的冥想啊、传讯啊，还有仪式，很多有趣的活动。那除此之外，我们的身心灵也都会被好好的照顾着。对，然后这次的 retreat 的费用10天，然后是不包含机票，有包含饮食、住宿、交通、保险，还有台湾到美国的这个 visa 签证，我们全部都会帮你们处理好。然后这次的费用是15万台币。对，那这个数字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说是一个很深的对我们身体以及这片土地的一个很对平的一个能量对齐。对，因为在我们整个活动，它是一个需要背后很大的团队去执行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让这个活动能够很完整跟很饱满的，让大家可以在2026这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又在8月这个门户打开的时候，做一个身心灵的更新跟整合。因为就连我自己也是，我也是在2023年的狮子能量门户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主权宣言跟宣告，然后我的人生就在那个门户加速当中不断的成长到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是那个受狮子能量门户眷顾的孩子，我非常能够想象得到在今年这个门户打开之后，可以带大家又穿越什么样子的奇幻旅程。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在做身心灵这件事情最期待跟觉得最兴奋的事，因为与其我们告诉你要如何疗愈自己，更多的事情是你的人状态、身心，它都可以全身心的后有行动投入在这个频率跟状态当中，那都来得比你做了那么多的自我觉察、疗愈还要来得最有效。所以也期待在这10天可以跟大家见面。那 Angel 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其实我觉得这10天的 retreat 不是单纯的一个旅游，就是踩点行程，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能量工程，来去改变你的整个生命轨迹以及你的时间线的跳跃。所以第一次去完雪士达山之后，我就搬来美国了。然后第二次去完雪士达山之后呢，
我就从原本就是住的很挤，然后跟很不安全的一个区域，突然就是整个人生的 upgrade 到住在美国的这个富人小镇，然后靠海，然后我甚至还买了一台车，然后我就觉得说现在生活真的是，我每一天起来都觉得说天呐，我好感谢，然后跟我好喜欢我现在的生活，以及我觉得说这真的是我的灵魂想要滋养我的方式，让我就是每一天真的活在这个我想要创造的现实里面。那我不知道说第三次去到雪士大山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可是我觉得说现在这个 retreat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使命，就是它不是一个工作或是一件我觉得开心我想做就做的一件事情，它是我真的必须来去成为一个能量门户，开启这个节点，然后接引所有跟这个地方有缘的人来去回到这个地方，回到这个他们曾经觉得非常熟悉的地方，然后再次的来去跳跃到不同的时间线，来去开启与他们的人生最大的可能来去对齐。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很开心，在这些列穆尼亚的能量的引导下，可以帮助我来去与月月有这一次的10天很不一样、很特殊、很殊胜的这个 retreat。然后我也相信这一次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绝对在他们的人生中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些收获。超级期待的，虽然我人还没去，可是那里的能量就是一直在把我揪起来，揪起来，所以我们就来等待一切事情的发生。所以如果你对我们的这一个旅程感兴趣呢，也不用担心，想得到的问题都会已经在官网等着你去阅读了。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都还是可以私讯我的 IG，那 Angel 的 IG 我也会放在那个资讯栏底下，有问题也可以私讯他。那也感谢就是聆听到这里的听众。然后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都会有个仪式，就是我们会抽牌，我们来各抽一张，然后给聆听这期 podcast 听众的祝福跟指引。看我的女神牌超漂亮的，好美哦！好，那我抽一张，你抽一张，然后我们来解读讯息。好，但这一步是新的，全新哦，就很符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retreat 的主题，就是女性阴性力量的觉醒，然后跟如何让我们变成真正的女神。Yes，没有错。好，我现在抽出第一张，诶，我抽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诶，好有趣哦。我抽到这张，天哪，它的讯息，它的讯息是什么？它写 awakening and victory， 觉醒以及胜利。Oh my god，好像就是要来告诉我们说，好，我跟你说我抽到什么？我抽到星际种子卡牌的对不起。有趣的事情是，你看哦，这副卡牌它是2个人，他对不起的对象其实是自己，因为他就是2个人面对面，然后中间有一棵大树，然后那棵树是往下扎根到土里面的。所以呢，这个卡牌我所接收到的讯息是，真正的阴性觉醒，其实往往就是从一个温柔的诚实跟和解开启的。所以它这个卡牌上面写说，毫无防备修正过去的错误，连根拔起。所以，亲爱的地球玩家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这个卡牌想要传递给你们的讯息是，也许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对不起代表软弱跟认错，对不对？但是在列穆里亚的智慧里面，它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转换频率。我们在生命之树下面跪坐，让自己的身心沉浸在这个星辰里面，然后根部深深的扎进地底。这代表着我们放下我们的伪装，坦然面对过去的伤痕跟阴影，然后让那一些你认为痛苦的旧有模式才可以被你连根拔起。你要先看见它才行。所以呢，请对那个一直以来很辛苦撑着的自己说一声对不起。那这个对不起不是要忏悔，而是这份道歉的发生就会开始启动连根拔起的勇气，修正过去之后，你就会长成一棵生命之树。没错，那你呢？你的那张卡牌，你觉得你卡牌是我新的卡牌嘛，然后我就是光看她的照片，然后她其实很有趣哦，她是一个女神，然后她抱着一个地球，她的母亲，然后抱着地球，所以就很像是地心的那种能量跟地心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很对应，就是月月刚刚抽的那张牌，就是我们透过我们觉得这个对不起的抱歉，其实就是把我们过去的这些信念连根拔起，然后跟我们的过去说再见。那在我们过去说再见之后，我们的灵魂就会开始觉醒，然后这个觉醒之后就会带给我们胜利。
没错，真的好棒好棒，这是一个很共识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也谢谢今天就上节目来跟我们聊聊你的学士达经历，然后甚至是你承接着这样子的精神跟智慧，想要把学士达的一切再传递给更多更多的人。我相信我们所创造的光跟爱的力量是无限强大且不可思议的。所以呢，你不是一个人玩这场游戏，祝福你今天在地球玩得开心。那在每个礼拜五的晚上8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个地球玩家的频道，有很多的玩家会陪你一起玩，甚至是我们要把这些玩家带去雪士达山了，所以期待我们与这9位光子们的相遇咯。我们下集见，拜拜。Hello， 所有在聆听 Podcast 的听众，接下来月月要来跟大家分享淼淼能量疗愈学院在今年2026年一整年的活动有哪一些，因为目前我们的活动都陆陆续续被规划出来了，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你就可以去感受看看有哪些课程、疗愈项目、体验还有旅修，国外的旅修是适合你们的。在今年我有一个很大的愿景，就是我希望把更多的台湾人带到国外，聚集更多的台湾人也好，华人在身心灵的圈子都有一颗灵魂可以被安放的地方。第一个活动会是在今年4月的20号到26号，我会在尼泊尔办一个颂钵身心灵 retreat， 除了结合我们的阿育吠陀饮食，也会结合颂钵的证照书，然后我会带大家采能量点，一个完整的1周的活动，让大家在这个空间感受到喜马拉雅山谷身心灵带给你的疗愈。下一个活动呢，会是在5月的时候，5月我回台湾后，会从5月2号一路上课到5月31号，今年上半年唯一的台湾工作坊课程，全部集中在5月跟大家一起见面。我会在5月2号的时候在北部开一个灵性落地跟神经系统重建工作坊，这个活动呢，适合给那一些还对自己不够了解跟对于感知能力还有点模糊的人来参加。我会重启你的神经系统，对于连接高我会有很大的帮助。5月3号的时候，我们会办一个女性主权跟身体疗愈的工作坊，会是一整天的。在这一天，我们会教大家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跟结合昆达里尼的疗法，来帮助大家唤起我们女性的力量。5月9号、10号呢，我会办初阶跟进阶的脉轮课，会是在中部。9号的时候会是教1到7脉轮，10号的时候会教8到12脉轮。大家敲完很久的脉轮课，即将要在这2天跟大家见面了。那在5月11、12号，我也会在中部办金钱灵气课。5月15号会办一个爬山、进山跟萨满疗愈的仪式，我会带大家去爬一座山，去进那里的山，然后在那里去连接原住民当地的萨满仪式跟能量。5月16、17号是我们接下来办的最大型的活动，会是2天1夜的露营深度疗愈之旅。我们会设计2天完整的活动，然后帮助大家去体验水的疗愈，会在温泉或泳池，然后在泳池上充气床垫体验水的音疗，然后也会设计不一样子的工作坊，然后让大家在这里可以真正交到跟你灵魂有共鸣的朋友。然后5月23号、24号我要开我的第1堂臼井灵气课，然后这次会在北部开，所以北部的同学们，我终于要去台北开课了，你们可以再把时间留下来。但是臼井灵气课会有3个1阶、2阶、3阶，分别用3个月进行，所有完整资讯都在我们官网上。然后5月29号会办与高我连接的课程，5月30、31号会是在北部办金钱灵气课。5月完之后，月月就会飞到新加坡，我在6月3号、7号会在新加坡开课，然后6月8号到29号我就会往澳洲移动，我会在8号、14号的时候人在墨尔本，15号到21号在雪梨，22号到28号在 Brisbane 跟黄金海岸。所以如果你是在这里的听众，我们就会在这3个不同的地点跟大家见面跟开课。我会在7月的时候去欧洲，这一次除了带大家去尼泊尔之外，我还要带大家去美国的雪士达山。我们这次在8月的15号到24号会有一个10天在美国雪士达山的 retreat。 你对于这里有感受到深深的召唤的话，我们会在那里带大家去连接外星精灵，我会帮大家在那里连接我们的地球妈妈的子宫，然后重启你的灵魂蓝图，然后打开你的光体。所以在那10天会是一个很深度的疗愈之旅，这是目前确定会有的课程。谢谢你们听了这么的多，所有的详细资讯都会在我们的官网上，你可以在底下的资讯栏点选连接，你要的所有的内容跟报名管道、行程资讯细节都会在上面一目了然。所以我们就到时候见咯，大家拜拜。